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故事啊，那真是让我惊掉下巴。这个事儿还得从上个月说起。我的一位客户美婷，上海某知名外企的高管，年薪100万那种，嫁给了台湾高雄的一位建筑设计师阿明。婚后小两口一直生活在上海，日子过得蜜里调油，羡煞旁人。可谁知道最近发生的一件事，却让这个看似完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。美婷前段时间陪丈夫回台湾高雄老家住了1个月，回来后去探望自己的父母，竟然被拒之门外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当时一听就懵了，于是赶紧约了美婷出来喝咖啡，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简直是太戏剧性了。丽姐，我真的要气疯了。美婷一见到我就忍不住抱怨道，我爸妈居然说我被台湾人洗脑了，说我变了，不认我这个女儿了。我一听就知道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吧。美婷和阿明是4年前通过我介绍认识的。当时阿明来上海发展，在一家知名建筑设计公司工作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，堪称闪婚典范了。婚后阿明和美婷一直住在上海，因为美婷的工作实在太好了，年薪100万啊。而阿明在上海也发展得不错，不过呢，美婷的父母对这门婚事一直持保留态度，总觉得台湾那边条件不如大陆好，担心女儿吃亏。我爸妈一直有个刻板印象，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比不上大陆发达城市。美婷苦笑着对我说，每次阿明回家，我爸都要变着法儿地问他台湾那边的收入水平、房价什么的，弄得阿明特别尴尬。这种想法在很多大陆父母中确实比较普遍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台湾社会非常发达，在很多方面的生活品质甚至超过大陆1线城市，比如医疗保险系统、社会福利、环境保护等等，都是台湾的优势所在。美婷继续说道，这次我们回高雄，我才发现台湾的生活品质真的很高。阿明家住在一个不算特别富裕的小区，但是社区环境特别好，邻居之间互相问候，社区活动也多。而且虽然房子不算很大，但是布置得特别温馨舒适。最让我惊讶的是饮食习惯，美婷眼睛发亮地说，台湾人好讲究啊。阿明妈妈每天早上4、5点就起来准备早餐，家里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或者从固定的小农那里买的，特别注重食材的健康和品质。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，这正是很多大陆人不了解的地方。台湾社会虽然在 GDP 总量上比不过大陆，但在生活品质、环保意识、公民素养等方面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阿明的家人对我特别好，美婷接着说，婆婆知道我工作忙，从来不给我安排家务，还一直夸我有能力。公公更是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就怕我吃不惯台湾菜。可是美婷的父母却不这么想，在美婷去台湾之前，她父母就一直念叨，台湾那边穷，你去了肯定不习惯，要不别去了吧。我当时只当他们是担心我。美婷叹了口气，谁知道我回台湾后，每天在家庭群里分享一些生活照片和视频，我爸妈却越看越不高兴。原来美婷的父母看到女儿分享的台湾生活照片后，认为女儿是在炫耀台湾好，贬低自己的家乡。特别是美婷发了一条关于台湾环保做得好的感慨，她父母就觉得女儿是在说大陆环保不行。我只是单纯的分享我的见闻和感受啊。美婷无奈地说，我哪里贬低大陆了，我只是客观地说台湾在某些方面做得挺好的。这其实反映了两岸民众在沟通上的一些误区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确实在一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差异。比如说生活节奏，台湾整体比较慢一些，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大陆尤其是1线城市节奏很快，大家都在拼搏向上。再比如消费观念，台湾人更注重物品的质量和耐用性，而大陆年轻人可能更追求新潮和变化。在台湾，我发现人们不太在意你的职位和收入，更关心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。美婷若有所思地说，而在上海，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在哪里工作，做什么职位。阿明的家人也有些不同，我公公婆婆特别好客，每天都邀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聊天。美婷说，一开始我还不适应，觉得太打扰了，
但后来发现这种氛围真的很温暖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亲近，大家有什么事都会互相帮忙。可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却被美婷的父母误解了。当美婷结束台湾之行，回到上海去看望父母时，竟然发现父母不愿开门。我爸在门口就说我被台湾人洗脑了，说我现在整天就知道台湾好，看不起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了。美婷哭着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看到美婷这样伤心，我连忙安慰她，让她慢慢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其实我每天在家庭群里分享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。美婷擦了擦眼泪说，比如台湾的垃圾分类很细致，居民都很自觉；比如阿明家乡的夜市很热闹，小吃又便宜又好吃；比如台湾的便利店服务特别贴心，店员都会微笑着说谢谢，听起来很正常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但在美婷父母看来，这些分享却变成了崇洋媚外，甚至是对大陆的不满和批评。美婷无奈地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和父母的聊天记录。她曾经发了一条，今天参加了阿明表哥家的饭局，大家都很关心环保议题，分享了很多减少塑料使用的小窍门，感觉台湾人的环保意识真的很强。她父亲立刻回复，我们上海的垃圾分类做得还不好吗？怎么你去台湾住几天就看不起自己家乡了？美婷也发过阿明家人聚餐的照片，配文是婆婆手艺太好了，这餐台式家常菜让我胃口大开。她母亲却回复说，我做的菜就不好吃是吧？你现在是嫌弃妈妈的手艺了？我看完后不禁摇头叹息，这哪里是什么洗脑啊，分明是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鸿沟，加上两岸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。丽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美婷愁眉苦脸地说，我很爱阿明，也很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，但我也爱我的父母啊。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我呢？我拍拍美婷的手，安慰她说，你父母这一代人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，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很多年前，而且父母嘛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，担心女儿吃亏是人之常情。确实，很多大陆的中老年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80、90年代。那时候大陆迅速发展， GDP 增长飞快，而台湾经济相对平稳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一直很高，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体系也非常完善。你不知道，阿明家虽然不是特别富裕，但生活质量真的很好。美婷继续说，他们家的房子虽然只有100多平米，但设计得非常合理，每个空间都利用得恰到好处，而且小区绿化特别好，空气清新，老人小孩都有活动场所。这正是台湾社会的特点之一，台湾重视生活品质胜过物质财富的累积，人们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家人，享受生活，而不是拼命赚钱买大房子豪车。还有台湾的医疗系统真的太方便了。美婷眼睛一亮，阿明的爷爷住院，我们去看他，发现医院服务特别好，护士态度温和，病房环境干净整洁，家属陪护也很方便。我点点头，台湾的全民健保确实是全球知名的医疗保障体系，被很多国家学习借鉴呢。对啊，阿明说他爷爷住院的费用大部分都由健保支付，家里负担不重。美婷感叹道，而且台湾的医生很有耐心，会详细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不像我们这边医院总是人满为患。听着美婷的描述，我想起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，两岸的差异不只是经济数据上的差距，更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方向上。大陆走的是快速发展、规模扩张的路线，而台湾则更注重社会平等、环境保护和生活品质的提升。其实我最欣赏台湾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礼貌和包容。美婷继续说，大家说话都很客气，争论问题时也能心平气和，不像我们这边一言不合就容易翻脸。我笑着说，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啊，这些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美婷点头赞同，没错，阿明的家人知道我是大陆人，从来不问政治问题，也不说什么敏感话题，只关心我吃的好不好，住的习不习惯。他们还特意带我去参观了当地的历史古迹，让我了解台湾的文化和历史。他们家人聚会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尊重彼此的意见，即使有分歧也能好好讨论。阿明的父亲和叔叔政治立场不同，
但照样能坐在一起喝茶聊天，互相开玩笑。美婷感慨道，这些差异确实值得深思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，家庭关系的维护，社会矛盾的调和，这些软实力往往比经济数据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陆这些年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。高铁网络、移动支付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创新让人惊叹。美婷也提到了这一点。我和阿明去台湾的夜市，想买东西却发现很多摊位只收现金，不能用手机支付，这点确实不如大陆方便。还有出行，台湾的公共交通虽然覆盖面广，但速度和效率确实不如大陆的高铁和地铁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，关键是要相互学习借鉴，取长补短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和父母沟通呢？他们现在连门都不让我进，说我被台湾洗脑了。美婷再次提起她的困扰。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分享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啊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给美婷出了个主意，你可以换个角度，不要只说台湾的好，也要肯定大陆的发展成就。比如可以说台湾的环保做得不错，但大陆的高铁和移动支付更方便，这样你父母就不会觉得你只看到别人的好。还有啊，我继续建议，你可以请阿明多关心一下岳父岳母，多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和感谢。中国人嘛，最看重的就是孝道，看到女婿孝顺，做父母的心里肯定舒坦。美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其实我父母也是担心我被台湾人欺负，怕我在异乡受委屈。如果他们看到阿明是真心对我好，对他们也孝顺，应该就能放心了。没错，我赞同道，你父母这一代人成长的年代特殊，对台湾的印象多来自于新闻和传言，难免有偏见。你要慢慢引导他们，用事实说话，让他们看到真实的台湾。两岸婚姻中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夫妻之间的磨合，而是来自双方家庭的理解和接纳。这需要时间、耐心和智慧。美婷想了想，决定再次尝试和父母沟通。我会直接去他们家，带上阿明一起，面对面好好聊聊。不管怎样，我相信父母是爱我的，不会真的不认我。我鼓励他，对，家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结，关键是要敞开心扉，互相理解。第二天，美婷就和阿明一起去了父母家。这次她没有提前打电话，直接按响了门铃。门开了，美婷的母亲看到女儿和女婿站在门口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转身对屋里喊道：“老张，孩子们来了。”美婷的父亲张叔叔从里屋走出来，板着脸看了看女儿和女婿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还是把门开得大了些，让两人进了屋，气氛有些尴尬。美婷的母亲忙着泡茶，阿明主动上前帮忙，还从包里拿出带来的礼物，台湾特产的凤梨酥和乌龙茶。阿姨，这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凤梨酥，她知道您喜欢吃甜食，特意多做了些让我带来。阿明笑着说，还有这个阿里山高山茶，是我爸爸的朋友开的茶园产的，他说这个茶性温和，特别适合长辈喝。美婷的母亲接过礼物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些。你妈妈还挺有心的，谢谢啊。美婷趁机说道，妈，我和阿明这次在台湾住了1个月，他全家人都对我特别好。婆婆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公公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玩，连阿明的爷爷奶奶都一直夸我懂事。张叔叔这时候开口了，那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家比我们家好啊？觉得台湾比上海好啊？语气中还是带着些不满。美婷急忙解释，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处啊。比如台湾的环保和医疗确实做得不错，但大陆的高铁网络和移动支付又领先全球。我只是客观地分享我的见闻，没有做比较啊。阿明这时候也很识趣地说，叔叔阿姨，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就被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和便利性震撼到了。现在每次回台湾，我都会给家人朋友们介绍上海的发展和变化，大家都很羡慕呢。听到女婿这么说，张叔叔的表情明显松动了些，他哼了一声说，那是当然，上海现在可是国际大都市， GDP 比台湾整个地区都高。美婷暗暗松了口气，看来父亲的心结主要还是在面子问题上。爸，您知道吗？阿明的爸爸特别佩服您。美婷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
他听说您是从普通工人做到企业高管的，一直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智慧啊，还说希望有机会能和您多交流，学习您的经验呢。张叔叔听了这话，脸上有了笑意。哦，你公公这么说？他是做什么的？我爸是开了一家小型建筑设计公司。阿明回答，主要做一些社区改造和老房子翻新的项目，规模不大，但他很享受这份工作，能把老旧的建筑焕发新生，他觉得很有成就感。美婷补充道，爸，阿明的父亲虽然公司不大，但在当地很有口碑呢。他设计的几个社区改造项目还获得了台湾建筑设计奖呢。张叔叔点点头，脸色更加缓和了。有自己的事业还获过奖，这很不错啊。美婷的母亲这时候从厨房端出了切好的水果，招呼大家吃，气氛渐渐轻松起来。其实啊，张叔叔喝了口茶，终于道出了心中的担忧。我们主要是怕你在那边受委屈。你从小就是优秀的孩子，现在工作也那么好，我们就怕你嫁过去会被看不起，会后悔。原来如此。张叔叔担心的不是台湾的经济条件，而是怕女儿的优秀不被认可，怕她在婆家抬不起头来。爸，您想多了。美婷握住父亲的手，阿明和他全家人都特别尊重我的工作和能力。婆婆从来不让我做家务，说我工作那么辛苦，回家就该好好休息。公公还经常向亲友介绍我的工作成就，特别自豪呢。阿明也接过话题，叔叔阿姨，在我们家，女性的事业和成就是被高度尊重的。我妈妈年轻时就是一名中学老师，现在退休了还在社区开设读书会，帮助邻居的孩子们学习。哦，你妈妈是老师啊？美婷的母亲来了兴趣，那她一定很有文化了，我就喜欢有文化的人。是的，我妈妈很喜欢读书，家里的书架上全是各种书籍。阿明笑着说，他知道美婷也喜欢读书，还特意给她准备了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呢。美婷接着说，妈，您知道吗？阿明的妈妈还会做各种传统点心，手艺特别好。我学了几道，等周末我做给您尝尝。好啊，好啊。美婷的母亲笑着说，我就知道我女儿有福气，找了个好婆婆。看到父母的态度转变，美婷决定坦诚地谈一谈，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怕我在台湾过得不好，但是你们要相信我的眼光和判断啊。我和阿明在一起这么久，他一直对我特别好，尊重我，支持我。他的家人也都很善良包容，从来不因为我是大陆人而对我有任何偏见。我在台湾这1个月确实看到了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，比如他们的环保意识、医疗系统、人际关系处理等等。但我也特别自豪地向他们介绍了大陆这些年的飞速发展，尤其是科技创新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。张叔叔听了，终于露出了释然的表情。女儿，爸爸不是小气的人，只要你过得好，爸爸妈妈就放心了。至于台湾好还是大陆好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和阿明恩恩爱爱，互相尊重支持。对啊，对啊。美婷的母亲附和道，我们那天看你在群里发的照片和感慨，就担心你是不是觉得台湾样样都比大陆好，是不是不想回来了？所以情绪有点激动，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美婷和阿明相视一笑，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吃完晚饭，阿明主动留下来帮着收拾碗筷，张叔叔拉着女婿坐下来，认真地问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问题，从房价到薪资水平，从医疗保险到退休制度，从教育模式到创业环境，显得很有兴趣。美婷在一旁看着父亲和丈夫聊得热火朝天，心里既欣慰又感动。她突然意识到，父母的拒绝只是源于关心和不了解，而不是真的要和她断绝关系。临走前，张叔叔拍着阿明的肩膀说，女婿啊，你要好好对我女儿，有空了带你岳父岳母去台湾玩玩，我倒是挺想亲眼看看你们那边是什么样子的。一定一定，阿明连忙答应，叔叔阿姨，我家在高雄的房子随时欢迎你们去住，我爸妈也一直说想见见你们呢。美婷的母亲则塞给女儿一大包自己做的点心，带回去慢慢吃。记得告诉你婆婆，这是我的拿手好菜。下次她来上海，我们一起交流交流。看着父母送别的身影，美婷心中感慨万千。原来真相就这么简单，父母只是担心女儿在异乡受委屈，怕她被洗脑只是个借口，
实际上是怕失去女儿的心，怕女儿爱上了别处的生活方式，就不再认同自己的家乡和家人。回家的路上，美婷对阿明说：“其实我父母和你父母很像，都是疼爱子女的好父母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。”阿明点点头，两岸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好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互相了解，消除误解，搭建沟通的桥梁。美婷靠在丈夫肩膀上，心里满是幸福和感恩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姻中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夫妻之间的磨合，而是来自原生家庭的理解和接纳。这需要时间、耐心和智慧。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因为几十年的分隔发展，确实在一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差异。这些差异不是好坏之分，而是发展路径不同的自然结果。在相互交流中，我们应该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既不妄自菲薄，也不盲目自大，而是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长处和短板，互相学习借鉴。当我们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成员时，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要学会换位思考，理解对方的顾虑和担忧，用事实和真诚打动对方，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立场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，家人之间的爱才是最珍贵的财富。正是这种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的亲情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好啦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